职业电脑玩家球场漫步又和大家见面了太多了没有拿住啊！今天开箱的是12厘米的机箱风扇，Cooling ARS120W 以及120反叶，它们是几乎一样的，除了风扇的朝向参数有细微的差别。这正叶风扇呢，它的风是从这边吸风，出风是在这一面。我们把它装在机箱的背部的时候呢，是在机箱内部看，它是扇叶朝着我们的。很多年前没有实行这种 ARGB 风扇的时候呢，正反装其实也无所谓。但是现在人们追求点光污染，有些时候你需要设计的风道朝向就不是那么尽你人意啊，可能难免这面要朝着你，在机箱当中看着就不是很美观。因此现在就有这种风扇。扇叶反的好处是啥呢？转起来之后，实际上这边吸风，从这边吸风，从扇叶这边出风。比方说我们把它装在机箱的前面板的时候，从机箱外部把风吸进来，打到机箱内部，你这么一看，看侧板的时候，看到的还是这个叶片这一面朝着你，看起来效果不是一样的，非常的漂亮啊。正叶和反叶设计的都是外观大框一致，一致性是最好的了，因为我们不想让它看起来不一样。我们选风扇的时候首先就是风扇的风量，这个也是我个人认为是最重中之重。你噪音太大可能也难以接受，作为一个家用，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兼具风量且噪音很低的风扇。那么噪音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轴承。轴承现在有很多种轴承，我就简单说几样。往前很普遍的一些风扇都是采用那种非轴承的，什么样的呢？套管轴承那种呢，可以说是适合预算低的。它噪音的起始运行速度是较低的，但是一旦转到一定的年限，或者说你风量给的特别大的时候，噪音就来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因为成本低，所以风扇它是便宜的。像有些现在比较常见的呢，还有滚珠轴承，它可以说是较为优秀，并且非常适合高转速的风扇以及应用到专业级的工业级的。但是也有缺点噪音稍稍大那么一点点，并且价格上没有优势。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改进轴承就是液压轴承。我手里拿的这一款呢，就是液压轴承 HB 轴承。这个其实现在来说也是较为普遍了，像以前还是不太常见的。现在一般的机箱风扇主流的或者是散热器上的风冷上的还有水冷上的扇叶 80% 都是采用这种改进型的液压轴承。它是通过旋转起来之后，把里边的油泵到轴心，使得它在控制噪音方面、寿命方面和稳定性方面都非常的出色。应用在机箱当中怎么装的都有，它方向性是不挑的，做到了预算和静音以及寿命的平衡，我觉着民用就非常的好，而且它的使用寿命也非常的长。假设我们每天开机10小时，理论寿命也有10年。不论是正叶还是反叶，它的转数都是2000转最大出风量可以达到53。正叶风扇可以给到58 CFM 的最大风量，噪音都是约27分贝左右，配备了4针的风扇供电。它这个4针还串出来一根，就可以节省一个集线器。如果说你非要串7个8个的，我建议大家在主板上你还是把它分开，这样让它分摊一下，不要让它全都连在一个上面。灯的接口它采用的是3针的，在风扇的正面和反面都有减震胶垫，这个减震胶垫还是覆盖的挺大的，很舍得下料，可以减少它运行起来的共振。在扇叶上做了导向处理，可以降低进气的噪音，并且也能提升它的进气量，提升气压。而且在风扇的边缘前边很薄，
后边很厚。它这样的好处是，前缘超薄的这地方呢，用来切封，使得切封的声音更加的小。后缘它做的很厚实，这样是防止产生共振。如果说你机箱在显卡下方也有支数，一般它不会采用制空钉的模式嘛，都是给你预留好这种螺丝孔，你需要一颗这种长的螺丝钉。我以前特别缺这种螺丝钉，因为我经常帮粉丝装电脑嘛，很多粉丝装的时候有那种风扇狂魔，就喜欢往那个下面装风扇，我就找不到这种螺丝啊。我甚至之前特意去批发过，批了很多这种小螺丝用，这个就很好啊，它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带了。总的来说呢，这个风扇它是既兼顾了正反的散热设计，又有 ARGB， 美学方面拉满啊。官方标称的2000转，最大风压可以给到58 CFM， 这个参数在这个价位当中啊，参数给的很猛啊。我们就简单的种草到这里。